定力本师释迦牟尼佛，定力文殊智慧勇士，定力传承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愿得所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这个今天我们讲法王如意宝座的渊海精髓啊，渊海精髓呢，我们经常称为是小寂乐原文，它这里边的主要意义就讲发愿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原文呢就是如今不管是这个印度还是这个美国还有我们这个藏地、汉地都这个所有这个佛教徒不分教派的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就是据说都在这个念诵。就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的许许多多的高僧大德和四宗弟子都在念诵，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有必要就了解就是其中的这个意义。这个法愿文呢，应该来讲是从这个传承就从传承上面来讲，我是这个法王面前第一次得到的，就是第一次得到的，所以呢，首先我想给大家应该用这个藏文来就是两个传承，让也祖宗花地准备跟俺老主就南巴藏从都只用的跟那做别的，当往来一浪做工作做的等我三级切切的那边做，更个最近都建议的种多年多半一片。就有些人没想进修的特别的，大家看民众跟马东了，让东西对话来马桥，把人们老百姓就是严谨的，你不是小我这边中间来，第二跟的要求偏别的，人家或者华为这边技术上跟得上不，我们来单别想去修把讲怎么他认识，马我南这个讲个这讲的我上电位自动这到的想着年年修的接着了真来别人偷偷修，人类经这个三千呢，才能不这对称讲的去我们这东东中国龙等等天线你不是在成做不是。这么点等大家演的，那们做那盘的话，今做这个人来，我们的可能听着送个乌阳当的做，这些刚才盘做的就是马里这个人做数字，没是个把在家嘛，你把给了那位啥什么，开不了学习也是多些，但想起不想个原版对象是比吃中的，我录中从没把人的，没把对象的，这不是叫了，这当期把那么就心机老的素质，下面开始讲渊海精髓就是渊海精髓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普贤大愿，这个十大就10万大愿的这个精华呢，就是普贤行愿品，然后普贤行愿品的精华呢，也可以说就这部这个就这个原文。所以我们平时传法的时候呢，按照学院的传统要求，就传完了法以后念一遍普贤行愿品。但因为时间关系就或者有其他原因的话呢，经常这个念这个原文就是念诵这个原文。那么这个副标题呢，就是叫普贤这个普贤茶之高日，也就是说普贤茶呢，就是普贤茶之高日应该有2方面的这个解释。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普贤茶是不仅仅是这个普贤菩萨的茶土，应该说是一切这个一切都是贤妙的、安乐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极乐世界的移民吧，就我想应该极乐世界的移民的话呢，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从意义上讲那么能这个照亮这个极乐世界的这种这个高日就是这部原文的话呢，让我们呢就是彻底能看到，就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种照明的这种高日就是高日，就这样也可以说，或者呢就是说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大愿呢，
就是无边无数的。那么通过这种普贤菩萨的大愿呢，能这个往生到极乐刹土。要到极乐刹土的话呢，需要这样的这个发愿文啊，就是所以呢，就是如同告示一般，就是以这个比喻来就是成啊，就以比喻来就是得名啊，就也可以这样讲吧。所以叫这个普贤这个告示啊，普贤刹这告示。那么这个原文呢，就是总共有8个颂词就是有8个颂词。那么8个颂词呢，我们就是分别给大家简单的这个宣说。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祈祷就是佛陀就是垂念我当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无边二字功德所成身，具足60之分翻译密语，是你功德诸边圆满义，天中圣天人王齐垂念。那么这一个颂词呢，主要是赞叹就是释迦牟尼佛和祈祷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偈颂。也就是说，佛陀呢就是曾经就是这个发了这个菩提心，然后呢中间就是积累了就是广大无边的福德和智慧这个资粮。后来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妙身呢就是这个法身和这个摄身呢，就是通过这个无缘的智慧资粮呢，就是形成了就是法身；有缘的福德资粮呢，就是形成了这个摄身。通过这个2种资粮的这个因缘而这个形成的就佛陀的身体呢，就是这样的。然后佛陀的语言呢，已经这个具足了我们就是诸大论点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这个60种就是60种这个梵音就是60种梵音所以呢叫做这个梵音甚妙就梵音甚妙就是令人乐听。令人乐闻，就是应该在《法华经》里面讲的吧？就是这种这个梵音的话呢，就是任何一个众生从来不会对他生起这种这个厌恶之心的就是分的话呢，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有60种这个梵音就是他的这个声音呢，不像我们世间人的这个人天的这个声音具有60种的这个语言梵音的这个语言。那么佛陀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具有实力就是10种，就像如中论当这个论点里面所讲到的一样的就是这个出非出之力还有那个就是指这个什么依俗之力等等，就是有10种这个力就是10种力具足，就是具足周边的这个圆满的这种义，或者是圆满的这个智慧。也就是说，佛陀的这个身口意的话呢，那么就是跟世间人的这个身口意完全是不同的，就是已经具足了就是如是这个无边无际的功德。那么他呢，就是在人天当中呢，就是最这个微妙的、最这个殊胜的就是所有的人天当中呢，无与这个伦比的无与伦比的。因此人天当中的最高最妙的这个圣尊能人就是能人王。那么我曾这众生呢，就是在你面前进行这个祈祷，你呢应该这个垂念我们。除了你以外呢，在整个世界当中，就是我们没有就是其他的这个皈依处。佛陀在这个《法华经》里面也讲了唯除等正觉最深尊导师就是唯除等正觉最深这个尊导师，一切天人中无可归依者就一切天人中无可归依者。所以除了这个真等觉就是这个最深妙的导师你以外，在整个世界当中无边无际的这个人天当中呢，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皈依者。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这个佛教徒我们现呢就是应该时时刻刻的是就是向着这个佛陀就意念这个佛陀的话呢，佛陀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让我们会能得到就是这个无死无老的，或者说是一切这个安稳之处就应该获得了真正的这个解脱。我记得在
那个大圣解脱经啊，就是圣解脱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这个明年一切故，这个除灭什么老病死啊，就是明年一切故除灭这个老病死，临到安稳处，是故名为佛啊，就是临到安稳处，是故名为佛。所以在这个教证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佛陀是悲悯一切众生的原因呢，能灭除就是众生的这个世间的最可怕的这个生老死病啊，就最可怕的生老死病让众生呢就是通过他的这种方便方法来能得到就是最安稳、最保险的、最这个快乐的这个地方啊，就所以说呢，就成为这个佛，就说佛的原因也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就是在座的人也好，就是当时这个作者这个法王啊，也是就是祈祷就是佛陀啊，就你时时刻刻的自己应该垂怜我们、加持我们。你呢，在实践当中，就是不管是这个智慧也好，这个能力也好，悲心也好，从哪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根本就是没有一个人这个相比的。对你这个对你祈祷的，对你这个供养的，对你那个就产生那个信心的呢，都让这个前往就是解脱之道前往解脱之道就像是以前印度呢，就是有一个叫这个牛王就是在牛群当中的话呢就是牛王，这个牛王的话呢，就是他能把这个所有的牛群呢，就是带到最这个就是放松的最这个快乐的就是地方正因为这样呢，就是佛陀也是在叫《佛给真心所记经》里面，就是也有同样的这个教证是这么说的呢解脱一切福，成就一切智就解脱一切福就束缚的缚就是束缚，成就一切智，母女大这个牛王就是母女大牛王，世间就是无与等吧，就是世间无与等就是说就佛陀呢，就是能解脱一切的这个束缚，能成就呢就是一切的这个就是智慧就智慧，它呢就像是世间的这个牛王一样的就实践的这个牛王一样的，让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就是可以到就是这个解脱的这个深处就是解脱的妙地。所以呢，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任何一个也没有与他相比较的相比较的。所以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皈依实践人的话呢，就是都不是很这个可靠的就皈依实践人不可靠的，实践的非人呢，就是更不可靠的。最可靠的呢，一心一意的这个皈依佛陀一心一意的皈依佛陀，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个是佛教徒，就是而这个赞叹佛陀，应该我们有丰富的这个教理来这个说明就是让这个无量的众生呢，就是可以得到就是真正的这个解脱。所以说首先的第一个宗旨呢，就是通过这个佛陀的一生一语的功德，这个一边呢就是赞颂，一边呢就是祈请这个佛陀呢就是加持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祈请，虽然是如意宝，但是呢它不可能就是赐予这个悉地的。如果我们祈请的话呢，谁有这种信心和祈请的意了呢？那么以这个佛陀的发愿力和众生的这个信心力以这样的这个因缘具足以后呢这个祈祷者面前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获得了佛陀的这个加持和这个功德就是或者说是这个成就就是等等。所以这是第一句的大概意思呢，应该这样这个理解。那么第二是就是我们应该知道就是第二句呢，主要是往昔这个佛陀呢，就是如何发心之理，就是讲这个道理就往昔这个佛陀如何发心之理。佛以广大慈悲尽摄说积聚三苦摧残之众生唯于二理所愿若已成，而发无上殊胜菩提心。那么下面就是讲那个我等大师这个佛陀呢曾经呢就是以了这个发了这个广大的这种这个菩提心，然后呢这个发500大愿呢，发了500这个大愿，以这个广大的这个悲心呢，就是摄受了什么呢就是特别就是强烈剧烈的这个边苦辛苦苦这个所摧残的所逼迫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娑婆世界就是娑婆世界。那么就是为了向这个自他
达而离所愿，就是如意而成就呢，曾经就是发过这个无上的殊胜的这个菩提心就发过无上的这个菩提心。我们大家都学过这个百年华论都应该清楚，就是佛陀呢就是曾经应该就是在这个为呢就是利益就是天下无边的这些众生呢，他已经这个发了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菩提心，并且呢就是注意这个菩萨的这个学处就以释迦牟尼佛为代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过去的这些佛呢，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这个发过菩提心。所以我们这个每次念那个这个发心仪轨的时候呢，都用这个普贤行愿什么入菩萨行论里面的往昔诸善事依法菩提心什么往昔诸善事依法菩提心扶持什么循循诸菩萨诸学处就是往昔的这些诸佛陀们呢，都曾经也跟这个发过菩提心，而且他们呢就是按照这个循序渐进的就注意这个菩萨的学处，数次呢就根据自己的这种能力和根据自己的这个发心呢，就是输持这种菩萨戒就是输持这个菩萨戒。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佛陀曾经都引进这个发现呢，发现就是唯一的这个发了无上的这个菩提心呢，才能够就是利益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呢。我们有些人呢，就是想帮助别人，要想帮助别人的话，有些人拼命的这个赚钱，就是用财富来帮助别人；有些人呢，就是想我一定要就是想这个得到一个比较这个不错的这个位置就不错的一些地位，通过地位来就是帮助别人。但是佛陀呢，就是当时并没有这个选呢，并没有选就是只选的是就是以这个菩提心来这个成就。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很多的这个修行的目标呢，就是利益众生的，就除了极个别的小乘中心以外呢，应该是利益众生的。那么利益众生的方法都是很多的方法的很多的。我们从暂时就是比较这个短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那就是可能我们就是比如说像我的话呢，我就拼命的就是去这个花园，就是天天的能不能就是找一些钱，然后这个钱呢就是一直只送给大家就每个人100块钱这样发。那这个是不是利益众生呢？表面有些人可能很喜欢的挺喜欢你看100块钱我可以花钱可以买那个可口啦，就买什么。可是这不是什么究竟的这个利益不是究竟的利益。应该最究竟的利益呢，就是用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妙药就是菩提心的妙药呢，就是才能真正的这个断除这个众生的这种这个永远的疾病永远的疾病。有一部经典叫做是这个无为所述清文经就是无为所述清文经佛说就是大乘无为所述清文经。那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教证，就是记得是这样讲的，说是这个菩提心功的是深妙良药就菩提心功的是深妙的这种良药。一切病能症是什么有情安乐就是一切病呢就是能治疗，一切病呢就是能治。那么就是事实之不是的事就是给这个有情呢就是安乐是给有情安乐。所以我们众生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安乐就是这种安乐。那么这种安乐是用什么来得到呢？就是佛陀早已这个发现就他知道就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就是通过菩提心才能就是饶益的并不是佛陀呢就没有什么事做的，就是所以就是而发心，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座的人应该就是想到就是要这个学习前辈的这个高僧大德。前辈的高僧大德呢，并不是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成就了以后特别舒服就像我们现在世间的有些人这个读书的时候呢，就是很想就是找到这个工作，那找到工作什么呢？就是有吃有穿有钱就目标就是仅此而已了，就是不是这样的。应该说是就是为了就是让天下无边的众生获得解脱呢，就是通过菩提心来治疗众生的各种这个疾病就这就是这个菩提心的妙药就它的功德也是如此的。因此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曾经这个佛陀呢，就是如是这个发愿就发过这个愿，就是首先是用这个就是佛陀的这种这个历史来这个意念就是这个发心的功德可能是这样的。
那么第三个颂词呢，就是讲到那个我等也如此这个发菩提心啊，就是讲这个我也乃至等空众生尽，不贪自利极乐之享受，以于利他如是深以心，从而去入三有之大成啊，就。那么我们刚才这个前一个颂词当中已经提到了，就是佛陀是曾经就是维那尼亚而这个发心的。那么我呢也是就是跟这个佛陀的这个追顺者啊，就是追顺者，也可以说是我们都是从现在的话呢讲是我们是佛陀的粉丝啊，可以说吗？是啊，每个人都已经发了这个心啊，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发了心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也啊，就是佛陀你是这样，曾经怎么走的，就为了你而这个发了心的。那么我们呢，也是就跟着你，我也是呢啊，就是乃至这个就是等这个虚空啊，等这个虚空变得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灭尽之前的话呢，不贪着就是像这个声闻阿罗汉一样，就是自己寂灭的这种安乐的享受啊，就我不贪着这个自己寂灭的这个享受，而应该呢就是依于就是利益他众。利于他种呢，就像是自己这个身上的这个装饰品一样啊，就是以这个行为来利他和用这个意乐来利他啊，就利他是用一个是用行为啊，我们哪怕是做一点一滴的事情呢，也是行为上利他的。那么心里面就是哪怕是就产生一瞬间的这个意念呢，也是用意乐来利他的。那么以通过这样的这个利他的这个行为呢，而驱入呢这个三有轮回的这个大城市当中我不贪着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这个寂静的地方呢，就关着啊，就是害怕就是众生呢，不是这样的应该从这个现在开始呢，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呢就是去这个进行去入就披上这个静静的铠甲，披上这个无为的这个铠甲，这个铠甲应该呢就是前往这个众生的这个尘世当中就尘世当中。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应该好好的思维，就是这个法王如意宝的最后的这个大愿就是8个颂词。这8个颂词当中，应该可以说这个84000法门的这个，尤其是大乘这个法门的所有的精华都在这里真的，我们每次的是念诵，就是非常有这个价值和一些不共的这个缘起就一定要对这样的这个缘词呢，要升起一种真实的这个定界。我当时呢，就是发往这个一发愿的时候的是没有发觉，就是有那么这个深深的，但后来越觉得越就是这里面的每一个字就是一字千金，确实是就无法用这个语言和用分别念来就是描述或者形容尤其是你这个学过一些大乘的这个就众多的这个经论以后的话呢，才深深的感觉得到真正的这个就是神者这个菩萨所讲到的这个金刚语的话呢，与一般世间人的这种分别意念这个塑造的文字呢，就是有天壤之别有天壤之别。所以我们呢应该想到，就是我自己呢，就是也是要就是为了就是利益就是一切众生呢就是要发这个无上的这个菩提心就发无上的这个菩提心。我记得在那个金色童子因缘经呢，就是金色童子因缘经里面呢，也有就是这样的佛于生死大海中，自度他皆出离佛于生死大海中，自度他皆出来，我当也度诸众生我当也度诸众生，处你同归无上道。处你同归无上道。那么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佛陀是于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就已经这个发了菩提心，就是自他度他的这种这个出离心就是自他度他的这种出离心和菩提心已经发了。那么我们呢也要这个用这个自他度他。如果我们发愿觉得度他的话呢，那么自己这个得到解脱呢，就是自然而然会处理的就是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自度他的这个处理心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发起来。这种这个菩提心呢，一定要这个发起来。如果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利益众生，有一个利益众生的这么一个心呢，就是自己的事情呢，就是很容易的
啊，我看到有一个叫这个和平的书啊，就是和平的书，里面有一段很精彩的这个文字呢，说这个人一旦呢就是一旦呢就是向着这个自己的话呢，就是这是一个很狭隘的这个空间呢，那么呢，那就是即使一个小小的事情呢，就是变得就是特别的大啊，就显得特别大。如果我们向着别人的时候呢，这个就这种这个很广阔，这种视野呢，就是很广阔的。在这样的视野的广阔的空间呢，即使自己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也变得微不足道啊，就是即使自己的任何问题的话呢，就是也变得微不足道。所以我觉得是这个这一段文字呢，就是对很多人来讲，应该是值得这个深思啊，就是值得深思。我们很多人的痛苦，很多人的这个烦恼，很多人的就各种这个不平的这个焦虑啊，就全部都是来自于自私啊，就来自于。如果我们想到这个众生的时候呢，自己的这个即使有一些不平啊、痛苦啊，就是折磨这些的话呢，就是在向着这个他人的这个事业当中，在这样的智慧当中的话呢，也是极其的渺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发这种这个无上的这种大愿呐，发无上的大愿。华严经45卷里面也有这个先发诸大愿，除灭众生什么除灭众生苦吧就先发诸大愿，除灭众生苦，究竟菩萨行，成就无上道究竟菩萨行，成就无上道。所以，这个我们应该这个现这种度化无量无边的这样的这个大愿如果发了这个愿以后的话，自然而然就是让就是灭除就是自他的一切这个痛苦就是一切众生的这个痛苦。通过这样的这个发愿呢，就是最后自己的菩萨心呢也得以这个究竟就是逐渐呢就是得上这个菩提之道、无上之道。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呢真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刚开始这个两个人学佛的话呢，那么两个人的这个境界都是这个凡夫人，但后来一个人就是发现就是菩提心的重要，另一个人呢就是没有发现。那么发现菩提心的重要的人呢，他不断的这个努力，他的这个思想空间呢，就是全部都装的这个众生就是全部都是向的这个众生的。而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他全部是向的自己。最后到了一定的时候，一比较的时候那一比较的时候，利益他众的人呢，就像是腾龙这个飞空一样的就二规教呢里面也有这个比喻的就是真正是利益他众的话呢，刚开始的时候跟这个其他人是一样的，但到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行为、他的事业、他的许多的这种功德呢，就是远远的就是超过就是其他人所以我们这里就是这个发无上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我们呢就是也应该就是为了就是承办自他而立，就是应该就是发无上的这个菩提心就是要驱逐这个尘世就是不畏惧。驱逐什么尘世，并不是说我们天天的是到这个成都这什么这个北京就是住在哪里就天天的是享受看电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要什么样的三有的尘世，三有的众生，我为了利益众生的话，哪怕是什么样的这个痛苦都可以这个忍了的所以现在我想就很多道友呢，就是应该要披上这种利他的这个铠甲。有时候呢，我想现在这个时代呢，就是不能就是一个人就是待在这个山谷里面的，一个人待在山谷里面对自己的修行可能有帮助的，但是通过很多方式来就是利益众生，就是这个很重要。尤其是现在这个是通过这个网络就是通过这个很多这个科技知识科技来就是利益众生特别方便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大乘行人没有发心天天的是像贪着自己的这个寂灭的安乐而这个睡觉就是所有的懂佛法的人都是这个睡懒觉，这样的话呢，那菩萨们睡懒觉就是众生的苦谁来这个处就是菩萨不应该这个睡懒觉了，应该就是早一点就是看看就是我们周围有那么多的这个缺乏佛法的这个众生跟他们就是通过许多的这个方法，我想我们这边有许多这个道友就是通过就是
各种方式，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比较高科技的这个方法来啊。今天比如说一个寄送的话呢，那么就是就世界上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就是马上这个知道了，马上这种这个发音呢就是融入这个心了嘛。或者我如果这个心不真诚，我就让众生生起贪心的，生起嗔恨心的，一个寄送呢通过网上一发放呢，就是所有的人就是相续当中开始生起这个烦恼啊，就是生起烦恼。所以这个时代是比较特殊的这个时代，因此呢就是古代的菩萨也是不能这个睡懒觉，尤其是现在就是发菩提心的这个这些菩萨们呢，就是应该要关注周围的世界，否则的话呢，我们周围的世界这么多的众生呢，每天都是就是喝着这个世间这个八法的这个美酒啊，就全部都是这个醉的这个就是什么醉醺醺的，就是已经不止这个所作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菩萨们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发心呢，就是真的很遗憾的，就是所以说就是利他的这种这个行为和娱乐的话呢，就是就像是这个装饰品装饰品的话呢，你这个身体的这个什么这个衣服啊、衣饰啊，就这些都是我们随身的带着的。那么利益众生的，是往往的这个每一个字都是有很深深的含义啊。我们利益众生的行为和娱乐的话呢，时时刻刻都要这个带着啊，并不是说是我有机会的时候啊，就是空闲的时候我可以发菩提心，就是不空的时候不发菩提心，哪有这样的？就一定要心情好的时候也要利益众生，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要利益众生，身体好的时候也要利益众生，身体不好的时候也利益众生。你并不是说是开心的时候啊，就什么违缘都没有的时候啊，我也想利益众生，然后有各种违缘的时候呢，不要说这个利益众生，反而还想害众生了，那这是不是大乘菩萨？应该大家想一想。不光说了，不然后面讲不完。所有就下面第三个颂词啊，第四个颂词是吧？以这个文殊和普贤心而发愿啊，就是以这个文殊菩萨和还有普贤这个心愿心呢，就是发愿，所有生世会藏唯一佛，文殊勇猛欢喜而色所，又从普贤大愿所普贤心愿品所说如海菩萨心愿皆圆满。那么说，我们讲就是从这个现在开始呢，就是将来的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应该祈祷就是这个一切诸佛的智慧宝藏，一切诸佛呢，就是最初就是这个让这个发菩提心的，就是唯一的智慧尊者，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文殊这个勇猛菩萨，他呢就是欢喜的，就是摄受我就是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由这个文殊菩萨来这个摄持，并且呢就是普贤行愿品当中这个所发的，就是所说的这些就10大愿也好，或者是这个10万大愿呢，10万大愿呢就是犹如这个浩瀚如海就是无量无边的菩萨大愿心。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悉皆圆满。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但愿我这个生生世世当中，以文殊菩萨来就是这个摄受文殊菩萨呢就是经常就是帮助我就是那么普贤这个心愿品，菩萨的这个心愿品里面所发的这些愿呢，所发的愿呢，就是一定要让得以这个实现就是让得以这个实现。所以我们平时呢，经常也是在文殊普贤心愿品里面，也在文殊师利应母普贤慧心依附当就是这个所发的这个愿呢，也是就是一切这个一切愿呢，就是基于这个文殊的这种这个智慧和普贤的这个心愿呢，就是普贤的心愿当中都这个包括的好像有一个叫做文殊发愿经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发愿经呢，它这里面也是说了，就是如文殊师利普贤菩萨心如文殊师利普贤菩萨心呢，我所有三根慧性亦如
就是这个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这个菩萨大愿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善根，我们的行为呢，也以这个如此而这个回向，如此而这个信则。所以我们要发愿的时候是什么呀？在生生世世当中呢，就是文殊菩萨是乃至对一切众生呢，就是没有这个穷尽的发这种大愿。普贤这个愿当中呢，也是犹如这个浩瀚无边的，就是所有的这个就是大愿呢，就是所有的大愿呢，也是这个可以这个先前就是先前的。所以这两个这个愿呢，就是作为我们这个信者来讲呢，是这个不可缺少就不可缺少，也不能呢就是有这个厌倦的。好像《华严经》里面讲的吧，就是《华严经》里面也讲过，就是说这个若有诸菩萨不言生死苦就若有诸菩萨这个不言生死苦具足菩萨心呢，一切莫能坏就是具足菩萨普贤心一切莫能坏。意思就是说，这个如果有这个菩萨，就像文殊菩萨那样，就是不害怕，就是不厌倦，就是生死的这个轮回的大苦。还有呢，就是具足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心愿的话呢，作为这个心者呢，就是永远也是不能这个坏坏。而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都是这个发大愿的也是这个发了这个菩提心的人。那么发了菩提心的人呢，时时刻刻的是要这个祈祷这个文殊菩萨，祈祷呢普贤菩萨，他们所这个发的愿是什么呢？就是利益无边无际的众生。除此之外，就是他们也没有什么为自己的这个利益为这个暂时的一些这个究竟过位就没有这个发过这个愿。所以我们这个发愿呢，很多人都不会发愿。说实话，没有遇到就是真正的这个善知识的话，我们可能是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临死之前呢，就是不会就是发愿的就我这时常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呢，也是有时候特别的，就是感恩，就是这个传承根本上是为什么？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个摄述和没有他们的这个讲经说法的话呢，我们就是肯定不会的。不会这个这样的这个这种这个会佛教的道理即使信仰佛教，但是呢，可能表面上就是拜佛或者是供养除此之外不会这个发愿的。如果我这次不会发愿的话呢，那么就是什么时候就是遇到真正的大乘佛法因为我们这次发愿呢那么现在不一定就马上就立竿见影，但将来的这个生死当中呢，我必定会是就是成为这个大乘佛者。在我的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生死轮回呢，就是有结尾的就这是这个决定的，毫无疑问的。因此呢，我们应该就是向到就是这种这个上师们对我们的这种这个恩惠就应该知道。所以呢就是要时时刻刻都是要向到这个就是普贤菩萨的这种大愿呢，普贤菩萨的大愿呢，真正这个能现前呢，就是一地菩萨一生才能现前的。但是现在我们呢，也一边呢就是向着就是他的意义，一边呢就是可以这个发愿就很多人都是学过这个普贤行愿品，应该会发愿就边念边这个自己好好这个发愿就但愿呢我们的这种这个愿呢，就是照着这个现前的意思。第几个颂词？第5个颂词是吧？未来道是996，于此刹中示现成佛是，恒时随行愿成圣地者，愿或光弘事业为梦力。这个寄颂呢，就主要讲那个将来就是成实诸佛而发愿的就将来成实诸佛而发愿。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未来的这个996尊佛因为我们这个先界1000佛，先界1000佛当中的话呢，就是前面已经这个就人数。但这个有6万岁，有4万，就是有2种说法，就是反正人数6万这个岁的时候呢，就是拘牛孙佛已经出世这个转法轮，然后人数这个4万岁的时候呢，就是迦那迦佛就是迦那迦牟尼佛，就是来到这个世界呢，就是转法轮而这个实现圆寂的。最后人数2万岁的时候呢，就是迦叶佛，就是来到这个世界而
这个转法轮就是后来就是实现圆寂的。然后人数100岁的时候呢，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来到这个世界而实现这个圆寂。所以在这个前几千佛当中呢，就是有4个佛已经这个出现就出现了。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当时发往那个法院的地方呢，就是印度金刚座菩提迦叶这个菩提迦叶有关这个经典和论点里面收集呢，将来的这个先界千佛呢，都到那里来这个实现成佛都到实现成佛的时候呢，我们这里这个法院呢，如果我这个提前已经这个获得这个成就往生极乐世界，或者说这个已经成佛的话，那就是不说了。如果我没有成佛的话呢，那么就是在这个还有996尊996尊佛陀，那么他们呢就是都一一的就是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刹土就是中印度来实现就是成佛就是转法轮。那个时候呢，但愿我就是变成了就是他们这个恒舍的这个随顺者，就像是阿难尊者和什么目犍连、舍利子那样或者呢就是成为这他的这个书皮眷属成为这个书生的弟子，但愿呢就是能获得了就是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弘扬就是广大深妙的法门的这样的一个威猛的这个力量。我们现在呢就是很想就是度化众生，可是呢有时候是能力有限就是能力有限，想度化众生，但是众生找不到，就是即使找到这些众生呢，不但就是度不了他，反而就是就接近就是要开始自己的接近就是进入他的口中，就是最后呢就是拼命的往回跑所以不但不能度他，就是反而被就是他的魔力来就是度我，有这个危险性的。那我们发愿呢就将来就是真正就是其他的佛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让我就是得到真正的这个弘化内生的这个能力，真正呢就是承视这些佛陀，在这些佛陀面前呢听说这个妙法就是让这个实现这个成就其实那个大悲经里面呢，就是大悲经里面呢，就是佛陀对这个阿难也说过，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居牛孙佛开始呢，就是我是第4佛就是第4个佛。那么就是我过了一河呢，就是弥勒这个佛就是所谓这个发不出。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卢遮佛之前的话呢，就是还有这个996尊佛996尊佛的话呢，就是一一的就是在这个世界呢，就是实现这个成佛。然后说就是仙界当中的前4佛，或者是我较小的就是任何一个萨门任何一个萨门，甚至呢就是持着这个形象的萨门，就是比如说身上什么戒律都是没有的，就在这里萨门当中的话呢，就是萨门里面呢应该有这个居士和比丘和这个出家，就是因为这个从这个萨门的这个广义上讲呢，就是它有这个修善的意思就是给用，就是修善的意思。然后从狭义上讲呢，一般这个比丘和比丘尼或者是这个沙弥和沙弥尼，就是大概这个出家人以上就是沙门。那么就是这个经典里面所说，就所有的这个沙门，甚至呢就是持这个沙门形象的披袈裟的这些人以上呢，此地的就是让这个获得无余的涅槃所以就已经讲的就是很清楚的。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如今呢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就是书持这个具世界以上的这个一分界以上的这个行人也好，或者说是出家这个书持这个沙弥尼界以上的这些人的话呢，将来就是在这个我们经常所谓的身界佛就也有些经里面就叫做是卢遮佛、卢遮如来，这个就是仙界千佛当中最后一个佛就是这个圆寂之前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会是获得这个成就的获得成就的。因此我们发愿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如来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都自己得到这个弘化内生的这个这种这个威力就是能力并且呢就是让度化这个无量的众生，要发这样的愿。然后第6个颂词就第6个颂词呢，讲到了这个所有众生呢，就是愿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而发愿的，愿这个所有众生呢，就是往生极乐世界而发愿。一切现念业系众有情，此生命中往生极乐刹，获得无量光佛于数劫，智悲利智为是圆满。
那么这个松弛呢，就是说，一方面从那个，从怎么说啊，就是从这个下义来讲的话呢，就是凡是与这个法王如意宝他，就是接上了什么这个好的这种这个现世之内这个好的这个业缘的，然后那个这个接上了就是不好的这个业缘的啊，就是恶劣的这个业缘的啊，就接上这种这个系上怎么说啊，就是以这样的这个业力呢，就是对他接上这个三恶缘的，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友情呢，这所有的友情呢，到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呢，就往生极乐世界，获得这个无量光阿弥陀佛的这个御书记啊，就是御书记，并且呢，自己的这个智慧啊、大悲啊，就是能力啊，就度化众生的能力呢，全部就是得以这个圆满啊，就这是法王这个个人呢，凡是与他这个界上三缘、界上恶缘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就是临命终的时候呢，就是度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法王如意宝一辈子的这个愿啊，就一辈子的这种愿都是这样的。如果从广义上讲呢，就凡是这个与我们也好，所有的这个众生呢，不管是做善事、做恶事的，所有的这些界上系上什么以这样的这个业力来，就是系上，也就是跟我们这个发生这样的这种这个因缘的所有的这些众生的话呢，到命终的时候都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啊，就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阿弥陀佛呢，就是用这个他的这个描述来，就是进行对你摩定这个加持，用他的这个金刚愿呢，就是进行就是赞叹，就是三篮子三篮子，如是如是，你曾如是发菩提心当，那个就进行这个安慰和这个就是进行安慰和这个受记，然后将来呢就是如定就是往生也如是如是刹土就是将来呢就是你将生于如是如是这个刹土，在刹土当中的你的福化也是如是如是，就是当来这个进行这个受记就是就近受记。所以我们这个法缘呢，凡是与我们每个人也是应该这样的，与自己发生这个凡是界上这个三缘恶缘的众生，都要让他们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原我也是这个文殊发愿文当中，文殊发愿文的那个记呢，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讲的基本上是相同的。原我命中是灭除诸障碍就原我命中是灭除诸障碍，免将阿弥陀往生安乐国。就是原我这个命中的时候呢，就是灭除这个一切的这种障碍，能见到呢，就是这个相好庄严的阿弥陀佛就往生就是这样的这个安乐国安乐这个刹土就安乐刹土。那么到了这个南里以后呢，就是什么生彼佛国以成满众大愿就是生彼佛国以成满众大愿什么阿弥陀如来先前恕我记，阿弥陀如来先前恕我记，也是刚才那个就是原文当中是这样讲的，就说是我已经这个转生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佛国之后呢，让就是满足一切大愿了。就是能满足这个一切大愿，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法愿呢，就是都得以这个现见。阿弥陀佛呢，就是恕我这个就恕记我将来就是弘化尼僧的这个刹土就将来我的这个所有的智悲力圆满的这个状况等等。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发愿发什么样的这个愿呢？凡是与我这个结缘呢，结上三缘恶缘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呢，都这个往生极乐世界。都往生极乐世界，并且呢，就是他们都得到阿弥陀佛的真实的这个价值、真实的色数就是受记，然后呢，有悲心、有大智慧、有大能力，这个很重要的。其实佛陀已经具足，就是这个智慧具足照见，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真理的这种这个今所有者和如所有者。然后呢，佛陀呢也同时具足，就是让这个遍弥世界当中的所有的众生，就像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母亲就是对肚子的爱悯心一样的这种悲心。还有呢就是光有智慧、光有悲心呢，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不行的。但是佛陀呢，就是有这个度化无边无际的众生的这个能力。
啊，就都生的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如果具足了这边的3种这个功德的话呢，那么就是这是这个真正就是成为这个佛子的。当然我们在座的道友当中的话呢，就是也不同程度的，每个人都是有具足就是这方面的就是部分这个功德吧。就是如果你没有学大乘佛法的话呢，可能你的智慧也不具足，大悲也不具足，能力也不具足。但现在通过这个长期的这个学习，通过长期的这种这个修行以后的话呢，应该跟其他的这个世间人比较起来，对这个世界的这种这个看法就是也有所这个新的这个认识。然后对这个对自己这个关心好也好，不好也好，凡是对可怜众生的这个悲悯心呢，也时时的油然而生。而就是想帮助他们就是度化他们的这个能力的话呢，我觉得有些人就应该是很不错的，就是通过一个人的能力，通过一个人的智慧的话呢，就是能饶益多少个众生呢？饶益多少个众生？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依靠上师如意宝当这个传承上师们的这个价值现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就是环境当中的话呢，有时候也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现在通过这个就各方面的一些因缘的话呢，我们周围的许许多多的人真的是认识了就是佛教的这个真理，真正是对大乘的这种这个菩提心呢，就是有所这个新的认识，还有对身边的一些不懂佛理的修持邪见的这些人呢，也毫无他条件的就是去这个尽心尽力的就饶益他们呢。在这样的这个现象呢，就是到处都就是随处可见呢。前一段时间我看见各地呢就是这个就是搞一些这个爱心活动搞一些爱心活动。有时候看到他们的一些新闻和看到他们的一些善举的话呢，从内心当中呢，就是也有一种这个这种成就感。为什么呢？因为依靠这个上师们的这种这个事业和上师们的这种加持下呢，现在周围的很多人对真正的这个佛理呢，还是有所这个认识。就有所认识，有了大乘佛法的真正的这种这个感悟的话呢，那么就是行为上呢，就是绝对会出现改变的，就这是没有任何这个怀疑的。你有了这种这个新的一些这个就是认知的话呢，那么在你的这个行为上，在你的这个周围呢，就是也会发生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变化。所以呢，我们以后呢，就是不能就是退失信心，也不能呢就是升起一种怯弱性和这个猥琐性就不能这样的。无论是遇到什么样，哪怕是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能种下就是暂时的一些这个3秒的这种心的话呢，我们也要这个勤奋的这个努力。即使失败，即使不成功的话呢，为了利益众生呢，而这个毫无这个后悔的。毫无。如果是为自己而这个奋斗就结果这件事情不成功呢，可能心里也是不是个滋味，就应该这样想。所以我们这个这些上师们的这个大愿呢，就是以他们的这个威力和加持下呢，就是我们应该有许许多多的这种这个方便方法就有很好的一些这个机会。所以每个人的这种能力每个人的前世的法缘每个人的这个自己的可能就是因缘都是不一定是这个相同的，但是呢，多多少少的是这个大乘佛法呢，就是对整个全世界来讲，真是有益力的。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让这个别人呢全发菩提心，让别人呢就是念佛这个求生往生就是念佛这个就是这个就求生这个净土就求生净土。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应该就像前面就是所比喻的一样，就是念中这个珍宝就是什么这个刺中这个宝念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生呢，就是才得以这个有意义的。现在世间人的这个价值观是什么样呢？有钱有财或者这个有车有船像这些都是绝对是这个成功的人生。成功的人生呢，不一定就是自己都让这个就是有车有船就像萨迦格言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自己的这种这个生活的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即使出生呢，就是也可以让这个解决的就是解决的，这不是什么就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应该呢有能力的时候，有这种因缘的时候呢，跟周围的这些人就是让他们就是多这个学佛
啊，就是多呢，就是将一些这个净土的这些功德让他们呢就是发愿就最后呢自他度就是得到真实的这个利益。就是讲这个，然后下面呢就是讲第7个颂词说这个心生佛法和利益众生，众生安乐而发愿，就是心生佛法和这个众生安乐而发愿的。无垢圣教，心生常住事，无边众生相属生利乐，意中所愿，恒时唯有此唯有此。其次加持，其次加持承办圣地，其次地狱加持承办制，可能这样好一点。其次地狱加持承办制。可能这样好一点。那么就是法王如意宝呢，他一辈子当中就是心里就是惦记的，或者心里呢就是最执着的有2件事情。2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无垢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圣教就是长期呢就是心生于世，并且呢就是注意这个世间动作，永远都是不碎坏就不会坏，就是这是这个佛教心生的这个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无边的这个众生不是我的亲戚朋友，不是我的这个关系好的这些人，所有的这个无有任何片段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呢，让他们相属呢就是真实的殊胜的这种利益和快乐就是让他们真正就是获得了真正的这个利乐。那么法王说我的这个心中我的心中所愿的所想的呢，恒时就是这个就这2个，就是佛法心生和众生安乐，就是这2个。那么其缘呢，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地势语加持，就是让这个承办，就是这2件事情就是承办制，就是说这个就是因为生者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这样的。我们讲过，就是普贤行愿品的所有的这个愿呢，就是其实这个利益有情和弘扬这个佛法，也就是说弘法利生弘法利生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愿望都让这个可以这个归集于此如果这个愿望归纳起来的话呢，就是佛法心生的话，众生呢就是自然而然会得到这种快乐的好像那个是这个《地藏十轮经》里面讲的吧这个如意宝珠这个随所愿界满就随所愿界满如是三乘法能满众生这个愿就是能满众生愿。那么三乘的这个就像如意宝呢，就是让那个随时的是满足这个众生的这个愿望满足众生的愿望。同样的道理，就是三乘佛法，三乘这个佛法三乘佛法的话呢，也让这个满足众生的一切愿望，让众生快乐的话呢，就是需要就是这个佛教这个心生。如果佛教不心生的话呢，那么众生呢表面上快乐，实际上呢就是他得不到就是永久的这个安乐。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就是经常就是特别像这个佛法来就是饶益众生。如果佛法就是让众生就是得到的话呢，那么众生的这个暂时究竟的快乐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会这个增长的。如果众生就是没有这个佛法的话呢，表面上他的这个经济怎么样这个发达就是智慧如是的这个高潮呢，就是实际上没有就是实在的这个意义就所以呢，就佛法都是众生安乐的这个源泉，佛法都是众生安乐的这个根本这一点就是大家应该清楚。正因为是这样呢，我们有理知识有能力的这个有识知识呢，一定要就是做力的这个弘扬这个佛法。所以弘扬佛法呢，就是才能对这个众生的最大的一种这个布施佛陀在那个好像佛说心赞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佛说一切是法是最为甚就是佛说一切是法，这法的布施呢就是最为甚就是为最甚人是信才是法是什么这个行法实则难就是人们的话呢，就是一般信差事的人都比较多就是给你给钱的，给财务的，给什么地位的，这些人都是比较多的。但真正这个做法布施的人呢，就是很少的
啊，就现在我们大城市里面有多少个人让这个发布施的啊？就是所以发布施度是对众生来讲是最大的一种这个赐予，但是愚笨的众生他不知道啊，给今天就是一万块钱、1000块钱，他觉得啊，就这个人对我太好了，就是他给我这么多钱，我永远的是怎么样报答他的恩德，就是始终一直想着，如果对他一个特别就是有利的，就是利益他众啊等等，就是这样的这个发布施的话呢，就是他也不一定有这种感恩之心。所以我们这个祈祷呢，就是诸佛菩萨就是经常这个加持啊，在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高深大的就是长久住世，让他们呢就是经常这个光转法轮，通过光转法轮呢，无边无际的众生呢，自然而然得到就是真实的这个利益。最后呢，就是一个颂词呢，应该这个普愿这个世界啊，就是圆满吉祥，就是大概这个意思。祈愿一切众生，生存因圆满色的报障，皆成就，遍寻不得，为你欲碎白，三秒曝光，三秒光照，三谛增吉祥啊，就三谛增吉祥。我也是念的时候，就是重复念，就前面是这个错的，后面也是，不仅是我也是这样的。我看那天我去那个北京大学的时候，有个教授啊，就是介绍着，就他不是那个讲那个，首先是主持啊，就是他主持的时候也是只是刚才我念的一样，就是有前面念一个又念错了，有后面又念又错了，又再3次，第3次才念的比较标准，所以。你们不要认为是我念的不好，就是北京大学的好多老师也是这样。这里意思就是说，这个愿一切所有的这个众生啊，就是在实践当中这个生存的因呢，就是圆满这个四部宝藏或者四德宝藏。四德宝藏呢，实践和出实践的所有的这个功德都这个圆满，就是一个是这个什么财圆满，就是需要这个财物啊，就是财圆满。还有呢欲圆满，就是欲圆满是这个色声香味这个欲妙就是圆满。然后法圆满就是佛法圆满，还有这个解脱圆满，就是所以所有的众生呢，就是有钱财，有这个享受的，有佛法，有解脱的话呢，就是一切都是已经圆满。那么众生生存的因呢，就是这个四部圆满，这四部的圆满呢，就是都得以这个成就。在整个世界上呢，怎么样寻找也是得不到任何的什么灾难啊、危缘啊，还有这个各种这个衰败啊，就是等等。3秒的这种光芒呢，就是普照于整个这个三界当中啊，就是通过这样的这种这个迹象呢，就是让这个人天呢都这个获得这个快乐，就是最后呢就是发这样的一个迹象啊，就是说这样一个吉祥文。如是于中途啊，就是我们这个佛法中途的这个意思。金刚座菩提树庄严者，世尊法座下，就是像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成佛的这个菩提法座啊，就是菩提座，就是在这个前面的话呢，就是阿旺卢珠聪明所言，就是当时法王如意宝这个90年的时候到哪里去啊？就是先去这个尼泊尔啊，还有去先去，我看对，先去那个，再去这个印度北方达拉姆萨拉，然后去印度南方那个南州高级佛学院待了这个2个月，讲顶尖宝灯论，然后呢就是去这个西京，不是西京，不丹大概待了就是将近20天呢，就朝拜了所有的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圣地，后来呢又回到这个印度新德里，然后再开始我们进行这个朝拜，就是印度的四大圣地，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成佛的地方啊，降生的地方啊，涅槃的地方啊，还有转法轮的地方啊，就经典里面说是，如果超了这4个圣地的话，即使造了无间罪也让这个清净嘛，就是也让这个清净。
所以当时上日如意宝，就是在那个到印度金刚座，我们在那里呢，就是开这个普贤云功的这个法会就在那里普贤云功的法会。然后呢，就是有一次法王当时呢，就是他正在这个法院，就法院的时候呢，就是我拉着一个就是黑色的这个录音机，就是当时录下来了，录下来了以后呢，就当时就是即兴的，就是开始这个法王就是唱起来了，唱完了以后呢，就是说这次发的愿呢，就是应该就是很殊胜的，就是可以记录下来，就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法王的开许以后呢，就自己这个记录下来的，就是所以这个传承各方面呢，说是应该是比较这个就可以的，就愿诸佛菩萨加持如是成就然后就这样了，什么90年11月29日就这个事儿我当时就是法王说让我这个看播什么什么这个通过录音证明，然后我自己不好意思就是说弟子，后来法王先生有点这个不高兴，说是怎么不说看播呢？那人家那个南州看播当时在那个尼泊尔的时候，就法王如意宝的有些金刚经里面的有些教言呢，他就去整理的，然后每次是小子里面呢就是看播南州什么什么，然后法王说人家看播南州都是线上看播，为什么不说这个看播？我说看播说了以后别人看见了好像自己写的不好意思，后来到尼泊尔的时候呢，有一次有法王说是这个看播呢，这就是自己写看播，就自己应该不能说看播，别人说看播还可以。那个时候我想，我没有写好，不然的话又挨批评。讲到这里以后那个希望我们道友们呢，就经常这个念这个发愿文，就这个很重要的。如果到这个一些殊胜的地方或者自己每天就是做什么3个以后，我们念普贤心愿品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念诵呢，应该普贤心愿品的归纳就是所有，这里面就是我自己认为呢，就是普贤心愿品的意义呢，就是全部都可以归纳在这里。我们这个强美仁波切的极乐原文是那么大，就是那么多，那么极乐原文的这个精髓也是在这里。因此呢，这个我们这个学员呢，就是四宗弟子也是经常念诵的原因也在这里。因此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有个很好的一种缘起和传承，就是所以以后呢一定要发愿，就是今天待会儿这个还要念一遍这个就是知道吧？所能得意的后面也可以，普贤心愿品的前面后面都可以，看我们的维罗师怎么念，想念都可以。我们学院也是普贤心愿品，每次就是传完一个大法的时候都要用这个来回向。然后这次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我觉得缘起很好。那个这次第五册是吧？就是第5册呢，就是刚好那个就整理完我们这个弥陀经，前面是藏传净土法，藏传净土后面呢就是弥陀经，大概有3、4堂课。这个完了以后呢，就是用这个圆海精髓，圆海精髓完了以后呢，就是这5本呢，这5本的话呢，就是全部已经算是这个结束了。因此呢，以这样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就是很多这个就是结缘者呢，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应该有个很好的这个因缘吧。
Om Bandhangara Padmasada Om Bandhangara Padmasada